自从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2021年圣诞节发射升空，人类对宇宙的理解似乎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这架耗资巨大的望远镜以其无与伦比的观测能力，为我们揭示了宇宙的深邃与神秘。在此之前，我们或许对宇宙有着种种想象和推测，但如今韦伯望远镜的新数据让科学家们目瞪口呆，因为它揭示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发现，挑战了我们对宇宙的所有认知。韦伯望远镜的首张影像在2022年7月11日公开，迅速引起广泛关注。这些影像的清晰度超越了人类以往的任何一次观测，让我们得以窥见遥远星系的真实面貌。与先前的望远镜如哈勃相比，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在发布后大约1周，研究人员注意到其中一张图像中有一个异常明亮的红点。虽然星系非常红或非常明亮并不奇怪，但同时具备这2点却很罕见。红色是由于宇宙膨胀导致的红移现象，宇宙膨胀使光线拉长，看起来更红。这种颜色变化帮助我们确定光源的距离和年龄。正如红移能告诉我们星系的年龄，它们的亮度则显示它们的大小。一般来说，星系越亮，拥有的恒星越多，而这些星系的大小可与我们的银河系媲美。研究人员又表示，当我用分析软体处理这个小点时，他给了我2个数字，距离131亿光年，质量1000亿颗恒星。根据标准宇宙学模型，这应该是不可能的。第二天，又发现了6个同样不可能的星系。研究人员开始称他们为宇宙破坏者，因为他们挑战了我们对宇宙形成的全部理解。从那时起，发现了更多的意外星系，这些星系极其古老，仅在宇宙诞生几亿年后就已经形成。虽然我们知道星系在早期已经开始形成，但它们不应该像现在看到的那么大。我们目前的理解是，星系最初是小的，然后合并形成更大的星系。根据公认的理论，这个过程应该在大爆炸后10亿到20亿年才开始，而这些新观察到的星系在这之前已经成熟了。这个时间线与现有模型不符，而且不应该有足够的气体来形成所有这些恒星。研究人员们表示，要这么快形成这些星系，几乎需要宇宙中的所有气体都以接近100%的效率转化为恒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虽然科学家尚未达成一致，但已经提出了一些理论来解释这些天体可能的形成方式。一种理论认为，它们可能不是大质量星系，而是类星体。类星体是由超大质量黑洞驱动的星系核，最亮的类星体的亮度是银河系的数千倍，因此早期宇宙中形成的类星体由于其亮度，可能看起来像是大质量星系。另一种可能性是所谓的爆发性恒星形成现象，即恒星群突然形成，而非逐渐形成。这些快速的恒星诞生已经在宇宙的各个部分被观测到，最早的观察是在韦伯望远镜发射前几年进行的，所以这不仅仅是为了将新数据纳入现有的宇宙学模型而设想的理论。然而，这仍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星系为何如此庞大。即使恒星迅速形成，它们的计算质量仍然显得不可能。关键点在于，虽然星系的亮度与其质量有很降的联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完全因果的。研究人员 Claude André Faucher-Giguère 指出，大部分星系的光来自其最重的恒星，这些恒星燃烧得更快，寿命更短。因此，一个星系的亮度与其在过去几百万年内形成的恒星数量关系更直接，而不是与其总质量。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所谓的不可能星系有一个涉及大质量恒星的恒星形成爆发，它们可能比预期的亮度更高，而质量却不如预期的那么大。韦伯望远镜对早期大质量星系的侦测不仅挑战了我们的宇宙学理解，也发现了早期的超大质量黑洞。2023年4月，韦伯望远镜辨识出 Sirius 1019，这是当时已知的宇宙中最古老的黑洞，
质量约为太阳的1000万倍。这个黑洞比早期宇宙中的其他超大质量黑洞小得多，但显然要古老得多，追溯到大爆炸后的5.7亿年。虽然它的体积比起含有数十亿太阳质量的黑洞要小，但在宇宙历史的早期，它仍然比预期的要大得多。而且这并不是唯一的发现。几个月后，韦伯望远镜在星系 GNZ11的核心检测到了另一个黑洞。这个黑洞质量较小，只有太阳质量的160万倍，但更古老，追溯到大爆炸后的4亿年。对于这2个黑洞来说，根据传统观点，累积如此大的质量所需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按照传统模型，黑洞是由燃烧殆尽并内瘫的巨大恒星的残骸形成的，然后透过吸积物质来增加质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累积如此大的质量，应该是不可能的，这促使科学家提出了几种新的起源理论。一种观点是，物质直接坍缩成黑洞，而不是先形成恒星。这需要在早期星系中存在大量物质，比通常预期的要多得多。虽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但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种方法也是形成黑洞最快的方法，使其在短时间内累积大量质量。另一种观点涉及3族恒星，这些恒星在20世纪60年代被理论化为存在于早期宇宙中。有间接证据表明它们可能存在，但尚无直接证据或观测。这些恒星将完全由氢和氦组成，没有任何重元素。这样的恒星可以迅速燃烧、爆炸，并留下一个可能迅速增加质量的黑洞，有时比稳定速率更快。现在这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理论，特别是因为已经有间接证据表明3族恒星的存在。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新发现的黑洞可能是原初黑洞。原初黑洞是被认为在大爆炸后立即形成的相对微小的天体，有些理论甚至认为这些黑洞在大爆炸前就已经存在。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它将提出比回答更多的问题，但它会给这些早期黑洞足够的时间来累积韦伯望远镜观察到的大质量。多年来，地基望远镜一直在猎户座星云中发现异常现象，韦伯望远镜终于在2023年对其进行了清晰的观测。韦伯望远镜在太空中发现了木星大小的行星，它们与任何恒星都没有关联，看起来是成对移动的。望远镜在对著名的猎户座星云的详细新调查中观察到了大约40对这样的成对天体，它们被昵称为木星质量双体 Jumbos。 研究人员发现的东西挑战了我们对恒星和太阳系形成的理解。韦伯望远镜识别出了40对木星质量双体，尽管名字里有木星质量，但这指的是它们的大小，而不是它们的分类。就像你可能有大单全的体重，但仍然是人类一样，这些木星质量双体尽管体积庞大，看起来既不像行星，也不像恒星。它们似乎是介于已知类型之间的全新天体。这些双体在猎户座星云中自由漂浮，没有围绕任何东西运行，这引发了关于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根据气体物理学，像木星这么小的天文不应该能自行形成，它可以作为太阳系的一部分形成，但物理学表明木星质量双体不可能独立于其他天体从气体云中形成。如果这些是以类似恒星形成的方式形成的，显然我们还缺少某些元素来解释这么小的东西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如果这些天体是透过形成行星的同样过程形成的，这对许多木星质量双体来说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在猎户座星云中发现了数百个。然而40对双体使这个解释变得不那么令人满意。单一行星偶尔会被踢出太阳系，许多流浪行星在星系中漫游，这个过程通常非常混乱，所以不太可能同时有2颗行星被从太阳系中抛出。即便发生了，这2颗行星又如何以一种它们仍然作为双体保持在一起的方式被抛出呢？尽管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不可能，
但非常不可能。我们不应该期望它在宇宙的一个小区域内在短时间内发生40次。目前，我们对木星质量双体的发现所提出的问题还没有任何确切的答案。由于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更像恒星还是行星，它们可能最终代表了一类新的天体。我们所知道的是，这项发现显示我们还有很多关于恒星和太阳系形成的知识需要学习。当我们想到韦伯望远镜的发现时，通常会想到宇宙遥远地方的天体。然而，望远镜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内也有了显著的新发现，有时是偶然的。事情始于韦伯望远镜的中红外仪器 MIRI 的校准。望远镜对准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以测试一些中红外仪器的滤镜。起初，校准团队认为这些测试失败了，图像聚焦在小行星10920上，但这颗小行星对于所需的校准来说太亮了。团队没有把这个练习视为浪费时间，而是决定利用中红外仪器的数据开发和测试一种计算天体轨道和大小的新方法。在对小行星10920进行这些计算时，团队注意到中红外仪器拍摄的影像中，在望远镜视野内出现了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小行星。这颗小行星特别小，估计只有100到200公尺长，大约相当于华盛顿纪念碑的大小。这是韦伯望远镜观测到的最小的天体，但其发现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的尺寸。主小行星带保存了太阳系形成时的遗迹，像是一种化石记录，记录了太阳系的演化。到目前为止，已经在这个小行星带中发现了超过10万个小行星。现有模型建议还有许多小行星存在，有些几乎比人类还小。这些小天体可能为我们提供有关太阳系诞生的宝贵见解，但由于它们难以探测，小行星很少被研究。基于这次偶然的发现，人们预期韦伯望远镜会继续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找到以前未知的小行星。尽管这些发现可能会显著影响我们对太阳系的理解，但具体影响仍不清楚。未来，韦伯望远镜将进行针对性观测，研究直径小于1公里的小行星。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研究人员在有意研究这些天体时能学到些什么，而不仅仅是偶然发现。2015年，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了系外行星 K2-18b。这颗行星围绕着红矮星 K2-18 运行，位于狮子座，距离地球仅124光年。它因其重要性而获得关注，特别是在2019年的光谱分析中揭示了其大气中存在水蒸气。这个发现标志着第一次在非热木星类系外行星的大气中探测到水蒸气，而热木星是指那些由于靠近恒星而温度很高的气体巨星。K2-18b 位于其恒星的宜居带，平均温度约20摄氏度，比地球凉爽一些。虽然尚不确定它是否像地球一样是岩石行星，但 K2-18b 拥有富含氢的大气层，被认为覆盖着液态水海洋，这使得它的重要性上升，成为一种新的行星类别——海洋行星。这些行星以其独特特性定义。尽管之前已经对其进行了广泛研究，2023年韦伯望远镜对 K2-18b 进行了新的且可能是突破性的发现。虽然消息好坏参半，负面的是其大气中仅含有约1%的水蒸气。然而，这项发现并不一定否定行星上存在大量水的可能性，因为韦伯望远镜的光谱影像可能只捕捉了干燥的平流层。在地球上，我们的对流层含有3%到4%的水蒸气，而平流层中每100万个空气分子中仅含有几个水分子。尽管如此，发现其他气体更令人兴奋。检测到大量氢气是预期的，而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存在也不令人意外。但韦伯望远镜也辨识出了二甲基硫 DMS 这种化合物在地球上是一个生物标志，因为所有二甲基硫都是由生物体，主要是由浮游植物产生的。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星球上的二甲基硫都有相同的来源，
K2-18b 上可能存在一个未被识别的过程，导致了其存在。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进一步的研究是绝对必要的。韦伯望远镜的初步发现并不完全具有决定性，二甲基硫在大气中的比例很小，因此需要额外测试来验证结果。目前，使用韦伯望远镜中红外线光谱仪进行的后续调查应该已经进行，但那次任务的结果尚未公布。即使 K2-18b 有支持微生物生命的潜力，它也远非地球 2.0 候选者。这个假设依赖于几个不确定因素，例如行星是否有适合生命的固体表面，而且一般认为生命不能在气态行星上起源。这只是可能阻碍生命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许多未知因素之一。尽管如此，韦伯望远镜在该行星大气中检测到二甲基硫仍然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发展。现在说 K2-18b 上存在微生物生命还为时过早，但初步证据显示这种可能性不能轻易否定。发现二甲基硫让我们对天体生物学充满了好奇。虽然在地球上，二甲基硫主要与生物过程有关，但它在另一颗行星上的存在可能意味着类似的生物活动，或者是我们尚未理解的全新机制。这凸显了系外行星大气的复杂性和地球以外生命多样性的潜力。未来，韦伯望远镜和其他望远镜的进一步观测将对揭开 K2-18b 的谜团至关重要。先进的光谱技术将致力于确认和细化我们对其大气成分的理解，特别是要识别任何其他可能提供其宜居性线索的有机或无机化合物。此外，持续的监测可能会揭示季节性变化或大气动态，从而提供有关这颗行星地质和气候过程的线索。除了 K2-18b， 韦伯望远镜也将彻底改变我们对系外行星的整体理解。它的能力不仅限于研究单一行星，还包括整个行星系统，从而提供前所未有的洞察力，了解它们的形成、演化和潜在宜居性。透过观察从热木星到超级地球以及像 K2-18b 这样可能宜居的世界，科学家可以拼凑出更全面的行星多样性图景以及生命存在所需的条件。韦伯望远镜任务中最令人期待的方面之一是其在表征系外行星大气层方面的作用，这包括识别关键分子如水、甲烷、二氧化碳和氧气，这些都是寻找宜居条件或生命迹象的重要迹象。检测到这些分子在不同浓度下的存在，可以提供大气过程的线索，例如天气模式、火山活动或生物活动，如果存在的话。此外，韦伯望远镜的红外线能力使其能够穿透尘埃区，提供仍在形成过程中的年轻行星系统的更清晰视野。透过观察原行星盘和新行星的诞生地，天文学家希望了解塑造行星结构和成分的早期条件。这些知识对于改进行星形成模型和预测不同类型行星在银河系中的普遍性至关重要。除了直接观测系外行星，韦伯望远镜也将以前所未有的细节继续探索我们自己的太阳系。它研究小行星、彗星和其他小天体的能力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太阳系的动态和行星物质的起源。透过检查早期太阳系的这些遗迹，韦伯望远镜可能会揭示地球和其他行星在数十亿年间如何形成和演化。一个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是对特洛伊小行星的研究，这些小行星与像木星这样的较大行星共享轨道。特洛伊小行星被认为是早期太阳系的残余物，可以提供有关行星迁移和太阳系初期物质分布的见解。韦伯望远镜的高解析度成像和光谱能力将使科学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细节分析特洛伊小行星，揭示它们的组成、结构及其与其他太阳系天体的可能联系。此外，韦伯望远镜的影响不仅限于行星科学，还涉及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基本问题。透过观察遥远的星系、恒星形成区和超新星遗迹，望远镜将追踪从大爆炸到现在的元素宇宙历史。
详细的光谱分析将探测各个宇宙纪元的星系化学成分，提供驱动恒星形成、星系演化和宇宙金属富集过程的见解。韦伯望远镜系外行星研究与其更广泛的天文学研究之间的协同作用，对于推进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理解至关重要。透过研究附近的系外行星和遥远的宇宙现象，天文学家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星系、恒星和行星系统在宇宙时间内如何形成和演化的全面框架。这种跨学科的方法有望发现新现象，挑战现有理论，并激励未来一代科学家探索宇宙。谢谢您的观看，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